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原本是为了促进包容和减少歧视的初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演变成了压制自由讨论、剥夺普通大众利益的工具。在这个视频中，我们会通过4本重要的著作来剖析政治正确是如何成为一种剥削普通大众的机制。这些书包括 Trigger Warning 的 Tyranny of 白人内疚和 Skin in the Game。每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政治正确如何扼杀言论自由，以及它如何对普通人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今天的社会中，政治正确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领域。我们可以通过 Trigger Warning Is the fear of being offensive killing free speech 这本书深入了解政治正确是如何影响我们自由表达的。所谓触发警告 Trigger Warning原本是为了保护那些可能会因为某些话题感到不适或受到情感创伤的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逐渐扩大化，甚至变成了一种压制性工具，限制了公众对某些话题的讨论。第一部分，政治正确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最早的时候，触发警告被应用在学术环境中，例如教授们在讨论某些敏感的历史事件时，例如战争、种族暴力或性别问题。为了避免学生感到不适，事先发出警告，以便学生选择是否继续参与这场讨论。这个初衷可以理解是为了尊重那些可能有过创伤经历的学生，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预期。渐渐的，触发警告不再仅仅局限于真正的创伤性事件，它扩展到了一切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话题。这种文化不仅在大学校园内盛行，甚至开始影响整个公共讨论的氛围。人们越来越谨慎，甚至在社交场合也开始避免讨论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话题，担心冒犯到他人。这种环境下，人们开始进行自我审查，害怕因无意中触及某些禁忌话题而遭受指责或社会舆论的攻击。这就使得很多复杂的，甚至是痛苦但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反而成了不能公开讨论的禁区。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比如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中，教授们不敢公开讨论历史上的种族问题，特别是与奴隶制相关的主题，担心学生会因此感到不适或受到冒犯。结果，历史的复杂性和现实的残酷性无法在课堂中被深入探讨，学生们失去了了解真相的机会，只能停留在表面上讨论那些安全的话题。这种局限性的讨论不仅削弱了学生的知识深度，还让他们在面对真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应对能力。再举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某些公司或公共机构为了避免争议，甚至取消了某些节日的庆祝活动，例如圣诞节的庆祝，担心会冒犯到那些不庆祝这一节日的群体。结果，这样的决策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不满，因为它让很多原本只是文化传统的活动变得政治化。那些原本不感到被冒犯的人，反而会因为过度的敏感对待而感到不满和被排斥。更令人担忧的是，触发警告文化导致的是公众越来越不愿意接触那些可能会挑战自己信念的不同观点。政治正确的环境让很多人习惯了待在思想舒适区中，只愿意接受那些符合自己价值观和观点的言论，而不愿意接触或思考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立场。这不仅削弱了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让社会整体的讨论氛围变得更加单一化，思想的多样性被排斥，任何一端的想法都可能被迅速打压，甚至被贴上冒犯性的标签。实际上，这种触发警告文化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了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比如在媒体行业，记者和评论员不得不更加谨慎地选择他们的语言，生怕因为某个词语的使用而引发公众的不满或激进分子的攻击。结果，新闻报道和舆论讨论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甚至故意避开某些重要但有争议的话题。这种自我审查的文化不仅限制了公众获取全面信息的权利，也让新闻媒体无法履行其监督权力、揭示真相的职责。那么，这种触发警告文化究竟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共话语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单一。我们讨论的范围被政治正确的框架束缚，所有不合时宜的话题都变成了禁区。人们害怕触犯他人的敏感点，于是话题变得肤浅和安全。
结果是社会问题得不到充分的讨论，深刻的思考和辩论也因此消失。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容忍不同观点的碰撞，才能够真正推动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看到政治正确的触发警告制度，虽然初衷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防止他们受到伤害，但实际上它演变成了压制自由言论和批判性思维的工具。它让普通大众的表达受到限制，让社会的思想多样性受到压制，也让真正的进步停滞不前。如果我们继续容忍这种过度敏感的文化，未来我们会失去更多的思想自由。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保护言论的自由，让公共话语能够回归到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状态。第二部分，陈词滥调的暴政，思想辩论的缺失。政治正确不仅通过触发警告和过度敏感的文化影响了言论自由，它还通过简化复杂问题的陈词滥调削弱了公众讨论的深度。这一点在乔纳·戈德堡的《The Tyranny of How Liberals Cheat in the War of Ideas》这本书中得到了非常透彻的分析。戈德堡指出，政治正确的另一个主要工具是陈词滥调。这些短小的、看似道德高尚的语言，实际上掩盖了复杂社会问题背后的真实讨论。这些陈词滥调通过重复使用，让公众失去了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使得许多本该有益的讨论变得肤浅和扭曲。例如，当有人在讨论收入不平等时，陈词滥调的说法往往是富人剥削穷人，或者富人应该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这些简单的句子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它们掩盖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涉及税收政策、经济增长模式、全球化和劳动力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是关于税收政策的讨论。在许多国家，公共舆论中会出现这样一种简化的说法：富人缴税太少，而穷人承受着更多的税负。这种表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一定的依据，但它忽略了税收体系的复杂性。实际上，富人缴纳的绝对税额往往比穷人要高，但由于政策设计或其他因素，整体的税负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通过这种陈词滥调式的语言，公众被引导认为只要提高富人税，一切问题就能解决，而忽视了更为复杂的经济动态，比如提高富人税是否会导致投资下降、就业机会减少等后果。另一个陈词滥调经常出现的领域是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相信科学或不相信科学这样的二元对立的语言。这种简化的语言忽略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实际复杂性，例如能源政策、技术创新、全球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等方面的讨论。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多重交织的问题，不应该被简化为你是不是相信科学这样单一的道德判断。戈德堡在书中指出，陈词滥调不仅限制了问题的深度讨论，还通过道德化语言来压制不同意见。当一个人试图挑战某个主流的观念或提出与之不同的看法时，往往会被贴上不道德或无知的标签，这让许多本应有益的讨论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提出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新观点，想要探讨如何优化社会资源的分配，减少依赖福利的人群，这种看法可能会立即被批评为没有同情心或者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这种陈词滥调的指责使得那些想要提出不同想法的人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或者干脆放弃发言。这样的例子在种族问题的讨论中尤其明显。戈德堡指出，关于种族平等的讨论往往被简化为支持平等和反对平等的对立。在这种陈词滥调的框架下，任何对种族政策的质疑或批评都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例如，关于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的讨论，批评者可能认为这种政策基于种族的优待，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而非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然而，一旦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很可能会被迅速指责为反对种族平等，从而失去发言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使得复杂问题变得过于简化，抹杀了讨论的必要性。很多社会问题是多层次的，涉及不同利益群体、历史背景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复杂交互，但通过使用简单的道德口号，问题被简化为对错的二元对立，公众失去了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探讨的机会。
再举一个例子，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讨论中，陈词滥调经常会出现，女性应该得到和男性同样的报酬，这看起来似乎完全合理。然而，真实的性别薪酬差距问题要复杂得多。薪酬差距可能与行业选择、工作时间、工作经验、教育背景、个人偏好等诸多因素有关。简单的说，男女同工同酬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它忽略了影响薪酬差距的多重因素。这种陈词滥调的说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可能让公众误以为所有的薪酬差距都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因此，陈词滥调不仅是道德化的工具，还是政治正确维持其霸权的方式。通过这些简单的语言，政治正确把复杂的社会问题框定在狭隘的道德范畴内，剥夺了公众对问题的深入思考空间，而普通大众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失去了表达意义的权利和机会。最终，这种陈词滥调的文化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失去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问题表面上看似得到了讨论和回应，但实际上他们从未被深入触及。我们被迫接受那些简化的答案，失去了在不同立场之间进行理性辩论的可能。第三部分，白人内疚与政治正确的操纵。在 White Guilt: How Blacks and Whites Together Destroyed the Promise of the Civil Rights Era 一书中，谢尔比斯蒂尔深入探讨了白人内疚这一现象，揭示了它是如何被政治正确利用，成为了压制言论和社会进步的工具。通过这种内疚感，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讨论不再是平等的对话，而是一种基于道德优越感的操作。白人内疚不仅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还进一步通过政治正确得以制度化和社会化，影响了公共政策、种族关系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白人内疚的本质是白人对于历史上存在的种族不公的愧疚感，特别是由于奴隶制、种族隔离等历史遗留问题，很多白人感到一种道德上的负罪感。这种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种族问题确实在过去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和创伤。然而，谢尔比斯蒂尔认为，这种内疚感并没有促成实际的对话和问题的解决，反而成为了压制真实讨论的工具。让我们来看看白人内疚是如何运作的。在很多种族议题的讨论中，白人常常因为内疚而避免提出异议或质疑，即使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或发现政策存在问题。这种道德压力让白人不敢公开发表可能会被视为冒犯的言论，因为他们害怕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这种现象在许多场合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学术、媒体和政界。白人内疚通过政治正确演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让很多白人不敢提出他们对种族问题的真实想法和疑虑。例如，平权法案是一个涉及种族问题的重要政策，它的初衷是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他们克服历史上遭受的不公。然而，斯蒂尔指出，很多人私下里质疑这类政策是否真的起到了正面的效果，特别是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对能力、表现等标准进行了不公平的妥协。然而，由于白人内疚的压力，很多人不敢公开讨论这些疑虑，担心自己会被视为反对种族平等或者种族主义者。事实上，斯蒂尔认为，平权法案和类似的政策反而助长了一种新的不公正，即用种族而非能力作为评判标准。这不仅没有真正解决少数族裔的困境，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尤其是在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制造了更多的隔阂。由于这些政策在表面上看似是为了弥补历史不公，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在制造新的不平等。斯蒂尔认为，真正的平等应该基于能力、努力和成就，而不是基于种族的补偿。再来看另一个实际的例子，白人内疚在教育领域的表现。许多学校和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为了达到种族多样性，会降低对某些少数族裔学生的录取标准，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并没有帮助这些学生取得成功，反而可能让他们在入学后难以跟上学习进度，导致更高的辍学率。斯蒂尔指出，这种政策表面上看是为了促进种族平等，但实际上他忽视了对个人能力和潜力的考量，可能会对这些学生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种白人内疚所推动的政策，并没有真正为社会带来种族和谐，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关系。对于白人来说，他们觉得
自己必须通过道德高地来显示自己已经洗刷了历史的罪恶。而对于少数族裔，很多人则被鼓励去利用这些政策来获得利益，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成功。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双方陷入了一种道德博弈的漩涡中。斯蒂尔还进一步指出，白人内疚不只是影响了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它还让真正的种族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政治正确的压制，公众讨论中的种族问题变得极为单一化，任何对现行政策的质疑都会被立即视为对少数族裔的攻击，质疑者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这就让很多重要的讨论被压制，无法充分展开。例如，在就业市场中，一些公司为了避免被指控为种族歧视，可能会在招聘过程中优先考虑某些少数族裔候选人，而不是根据候选人的实际能力和经验做出决定。这看起来是为了促进平等，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并且在无意中引发了对这些少数族裔的不公平看法。斯蒂尔还指出，白人内疚让白人和少数族裔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很多白人觉得自己被迫承认一种继承的罪恶，即便他们本人并没有参与过历史上的种族压迫。这种负罪感不仅让他们在面对种族问题时感到不适，也让他们对现行的政策感到不满和无力。另一方面，少数族裔也会感到白人的内疚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因为这种内疚更多是为了消除道德上的负担，而不是为了真正解决种族不公。因此，斯蒂尔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白人内疚和政治正确的结合剥夺了社会进行真实讨论的机会。种族问题被简化为道德问题，而不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去寻找解决方案。白人通过展示内疚感来维持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少数族裔则通过利用这种内疚感来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但这些做法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让问题更加复杂化。总结来说，斯蒂尔在白人内疚中批判了白人内疚如何通过政治正确的操作，成为了一种压制性力量，让社会的种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政治正确和白人内疚的结合，让真正的种族平等和社会和谐变得难以实现，因为他们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只是在道德的层面上进行表面修补。这种情况对普通大众造成了极大的压制，因为他们无法在这种道德高压下自由讨论和表达自己的看法，失去了对社会问题进行有效参与的机会。第四部分，利益相关者与不对称风险谁承担了代价。在 Skin in the Game: Hidden Asymmetries in Daily Life 这本书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那些制定规则和推动政策的人往往不必承担这些决定带来的后果，而普通大众却被迫承担风险和损失。塔勒布称之为不对称风险，即没有利益攸关的情况。简单来说，政治正确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往往并不会面临自己行为的负面影响，但普通大众却必须承受政策的后果。首先，塔勒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利益攸关 Skin in the Game。 采用万维刚老师的翻译，意思是那些参与决策或倡导政策的人应该承担这些行为带来的风险。如果一个人从政策中获得好处，那他们也应该为政策的负面影响负责。然而，塔勒布指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对称情况，即那些推行政策的人，尤其是政治正确的倡导者，自己并不承担后果，反而将所有风险和损失转嫁给普通大众。这种现象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正确的公共政策时。举一个例子，关于移民政策的讨论。在许多西方国家，移民问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很多精英阶层、学者和政治家支持开放的移民政策，认为这是促进多元文化、帮助弱势群体的道德选择。然而，塔勒布指出，这些推动开放移民政策的人往往自己生活在封闭的富裕社区，远离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压力。比如，他们的社区可能不会有大量移民涌入，也不需要担心因为移民带来的资源竞争而失去工作机会或教育机会。但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尤其是工人阶层，却往往首当其冲地承受着移民政策的影响。他们的社区可能因为大量移民的涌入而导致公共资源的紧张，比如学校、医院、住房等设施的压力增加。他们还可能面临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或工作机会的减少。
然而，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倡导开放移民政策的精英阶层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塔勒布指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没有利益攸关的情况。那些精英阶层通过支持某些道德高尚的政策，获得了社会声誉和道德优越感，但却没有承担政策的后果，普通大众却要为这些政策买单。另一个例子是气候变化政策，很多政治正确的倡导者大力支持某些绿色环保政策，要求减少碳排放，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然而，塔勒布指出，推动这些政策的人往往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富裕阶层，他们可以轻松地负担起转向绿色能源所带来的成本，甚至享受政府补贴购买电动车等环保产品。但对于生活在小城镇或农村的普通人来说，转向绿色能源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比如，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购买新能源车辆，也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支持他们过渡到清洁能源。这种情况导致了政策的不对称性，精英阶层通过推行政治正确的环保政策，获得了社会和道德认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获得了经济利益，而普通大众却面临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少的选择。塔勒布认为，这种不对称性反映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没有利益攸关的问题。那些推行政策的人自己不会承担任何风险，但却迫使普通人去承担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塔勒布还谈到了社会正义运动中的不对称性。在许多关于种族、性别、社会平等的讨论中，政治正确的倡导者往往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要求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推行各种政策来纠正历史上的不公。然而，塔勒布指出，这些人往往不必为政策的实际效果负责，他们通过推行这些政策获得了道德上的声誉，但他们从不承担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的失败或负面影响。比如，在一些关于性别平等的政策中，某些企业和政府部门推行了强制性的性别配额制度，要求一定比例的女性必须进入领导层或高管职位。虽然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推动性别平等，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实际的能力、经验和个人选择等因素。塔勒布指出，推动这些政策的倡导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学术精英，并不会直接承担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的企业管理效率下降或员工士气低落等后果。相反，普通员工，尤其是那些没有享受到政策好处的人，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不公和工作压力。这种没有利益攸关的现象在政治正确的领域中非常普遍。塔勒布认为，精英阶层通过推行这些道德上正确的政策，维持了他们的权利和社会地位，而普通大众则被迫承受政策的后果。这些政策的倡导者通过道德化的语言压制了不同意见的表达，任何对政策效果的质疑都会被迅速指责为反对平等或反对正义。结果是，社会失去了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机会，政策本身也无法得到必要的改进。塔勒布还提到，这种不对称风险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政府政策中，它在公司管理和金融市场中也广泛存在。很多公司高管和金融精英在制定公司战略和投资计划时，并不需要为失败承担实际的风险。如果他们的决策成功，他们可以获得高额奖金和声誉，但如果失败，真正承担损失的往往是普通员工和投资者。塔勒布将这种现象称为道德风险，即决策者并不承担决策的后果，却享受决策带来的好处。这与政治正确中的不对称性有着相同的逻辑。那些倡导政策的人不必承担后果，而普通人必须为这些政策付出代价。总的来说，塔勒布在 Skin in the Game 中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精英阶层通过推行某些看似正确的政策，获得了道德优越感和社会认可，但这些政策的负面影响往往由普通大众承担。这种没有利益攸关的不对称性，使得政治正确成为了一种压制性力量，剥夺了普通人对政策的实际参与权和批评权。如果一个社会希望实现真正的公平与正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动者必须承担他们决策的风险，才能让社会变得更加平衡和公正。最后，在我们通过这4本书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正确早已不再是最初为了推动包容和消除歧视的良好愿望，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用以压制言论自由、限制公众讨论的工具。
它通过触发警告文化的蔓延、陈词滥调的简单化语言、白人内疚的道德操控，以及不对称风险的政策推行，构建了一个精英阶层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普通大众往往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政治正确不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更像是精英阶层对普通大众的一种服从性测试。那些推行政治正确的精英们，通过道德高地的建立，测试公众的服从程度和顺从性。如果你不跟随主流的政治正确言论，你可能会被标记为不道德、无知，甚至反社会，从而被边缘化。这是一种非常微妙但深远的控制方式，使得普通人害怕提出异议，担心会被排斥和攻击。然而，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真正的社会进步不是通过压制不同的声音，剥夺普通人自由讨论的权利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开放、包容和理性讨论来推动的。社会的多样性和进步依赖于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流，而不是在单一的道德框架下对话题的限制。政治正确也不应该是我们获得浅薄的道德优越感的唯一方式。让我们勇敢发声，拒绝接受政治正确带来的道德审查。我们应该推动一个自由而多元的公共讨论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所有的声音都能够得到尊重和倾听，无论他们是符合主流还是与之相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保护所有人的思想自由，确保未来的公共政策更加公正和负责任。言论自由不仅是社会繁荣的基石，也是我们所有人应当捍卫的权利。我们要质疑那些没有承担风险的精英阶层，让他们也有利益攸关，承担他们推行的政策带来的后果，而不是被忽悠着一起起哄。通过重新开放、自由讨论，我们才能够走出政治正确的桎梏，让社会走向真正的平等与公正。